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特报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孔不入，愧对父母，别说态度，公众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道歉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绝代，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我是各位最好的鲁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先帮各位更新一则本周国际上有关台湾的好消息，那就是加拿大众院也认同2758号决议不涉台，反对中国曲解2758来主张对台湾的主权。现在有美国、澳洲、荷兰国会，还有上礼拜 Porter 老师整理给各位的欧洲议会讨论，都先后通过这项挺台动议。民主阵营掀起一股挺台潮流，主张台湾人有权用自己的名字来参与国际组织。关于此事，加拿大魁人政团的众议员佩荣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说这是台湾伟大的胜利。那带各位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加拿大众院的片段。Rappel au règlement, l'honorable député de Berthier-Masquinongé. Monsieur le Président, il y a eu consultation entre les partis et je pense que vous constaterez qu'il y a un consentement unanime à l'égard de la motion suivante qui est appuyée également par le député de Humber River Black Creek. Étant donné que le Canada entretient des liens économiques, culturels et interpersonnels non officiels mais solides et croissants avec Taïwan, basés sur une collaboration fructueuse sur les plans du commerce et de l'investissement, de la science et de la technologie, de l'éducation et des échanges jeunesse, des industries, des arts et de la culture et des affaires autochtones, et le tout conformément à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u Canada, continue de joindre sa voix à celle de ses partenaires pour soutenir la participation significative de Taïwan aux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telles qu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à l'Assemblée mondiale de la santé, à l'Organisation de l'aviation civile internationale. La Chambre reconnaisse que la résolution 2758 des Nations unies du 27 octobre 1971 n'établit pas la souveraineté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sur Taïwan et ne détermine ni le statut futur de Taïwan aux Nations unies, ni la participation de Taïwan aux agences de l'ONU ou aux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Bravo! Bravo! Que tous ceux qui s'opposent à ce que l'honorable député propose la motion veuillent bien dire non. D'accord? La Chambre a entendu l'énoncé de la motion. Que tous ceux qui s'opposent à la motion veuillent bien dire non. Adopté. 真的暖心啊！不仅明确指出联合国2758号决议并未涉及台湾，还让外界重新认识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波也体现出了中国曲解2758来压制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抗议声浪。Porter 老师是不是跟你说了，国际挺台声势正在逐渐成型，不容忽视啊！但同样的，我们台湾国会的内部问题也不能大意，不然当外国友人想帮助台湾，但看到台湾自己选出一堆亲中共政客时，人家会怎么想？台湾的问题是敌在本能时，我们要妥善处理好亲中共的。就不该让他有舞台，不然时间久了，别的民主国家对你也会有疑虑。而且中共是很敢砸钱渗透台湾的，墙内一堆韭菜随共党割。好比这几天就传出统促党涉收中共7400万，遭到地检署以反渗透法起诉。根据报道，统促党的中央委员兼发言人张孟崇及洪姓妻子，遭嘉义地检署查出涉嫌收受中共官方资金挹注约7400万元，不仅透过抖音、脸书、YT， 在今年总统、立委选举替特定候选人政党宣传，甚至宣扬解放军军威，鼓吹投降言论。检方是认定两人涉犯反渗透法。那这对夫妻啊，目前是确定被起诉了，不过还没判刑，案件还在进行中。而我就想说，去看一下他账号内容是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不过查了一下，发现他国际版的 TikTok 账号已经没了，不知道为什么，但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先关起来的。只不过他墙内的抖音就还没关，于是我就查看了一下，前面地检署起诉他收中共资金挺台湾特定人物嘛，那我看了一下，还有挺基隆市长谢国良，还有柯文哲。
者。不要说 Porter 老师乱抹红哦，这是地检署起诉他的内容，我只是去看一下而已。但建议地检署也要去查一下他挺过的人有没有问题。那我也快速看了他一部分的影片确定里面的论述内容基本上就是红统派的人会讲的那些话，大多都是夸中国好，然后贬低台湾执政党，或骂赖清德、蔡英文，然后挺亲中政客、骂台独分子，以及配合中共口径说中国台湾两岸一家亲之类的言论。我本来是想放他影片给各位看但自己看完觉得太浪费生命。反正他会讲的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些，相信聪明的各位应该都懂了，我就不放了，避免伤害大家的眼睛。只不过这人影响力，我看他的订阅跟点阅，说真的在自媒体这行不算多。他的影片下方给他留言的大多也是墙内的小粉红居多。那在台湾，我想也没有多少年轻人或社会人士知道这人，连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个人。当然，各位朋友，照地检署起诉的内容，光他这样舔共程度的人，都有办法收到7400万来协助共党渗透台湾。以后谁再跟我说反共赚大钱的，见一个踢一个。赚钱选哪边比较好赚？这对夫妇示范给你看了。对比自己 ，Porter 老师平时用心整理时事资讯，外语素材还要翻译，一个人整理忙得要命，结果偶尔还得被黄标请吃香蕉。那些亲共的说做这主题好做，我找你一起来反共，你也不要。现在我知道了，难怪会不要。这种程度就有7400了。Porter 老师如果今天立场反过来，早就财富自由躺平了。但小粉们看到了吗？你家共党割你的纳税钱，有一部分拿来大撒币在这而根据内政部新闻稿指出，统促党干部收中国7400万介入我国选举，已涉及破坏我国治安及社会秩序，内政部将依政党法查处，掌握市政申请宪法法庭解散。从这案件来看统促党所涉的系统性犯罪也超出单一事件的范畴，呈现出组织化、计划化的模式，破坏目标就直指台湾的社会稳定和政治自主，过分。虽然我想多数台湾人对于统促党也早就知道他们想干嘛了，毕竟他党的命名就告诉你了。但那么明显的叛乱组织，党员还被查到1人违反刑法、社会秩序维护法、强盗、伤害等等，只能说这组织能在台湾存活这么多年，说明台湾人对于自由的珍惜和多元的价值观真的有点太包容了。包容不是连大便都要接受呢，我们不该让这份宽容成为危害国家安全和宪政秩序的漏洞。此外，还有一件事想带各位来关注一下，那就是台湾可能要出现首位中配立委了。根据新闻报道，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有所谓2年条款，现任8席立委任期满2年后辞职，由部分区排名第9到16名补上，部分备位立委也采师徒制。那现在这位中配人也已经在立院进出实习了，但为了避免有87曲解我意思我再说明一次，中配如果是真心喜欢台湾的民主自由，也认同台湾的话，那当然欢迎这类人在台湾生活。可是现阶段中配实在是不适合担任公职，因为在中共彻底垮台之前，中配的背景就是难免会让人有疑虑，他比一般台湾人还要有机会被中共威逼利诱来伤害台湾的民主。尽管就算中配本人没意愿配合中共也一样，因为你就想，今天要是共党拿你还在墙内的亲友威胁你，那你要听共党的还是不听？你在墙内的爸妈、叔叔阿姨、兄弟姐妹打电话给你，说共党派公安抓他们去泡茶，威胁你要配合，不然他们就会有问题。那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中配的话，你配合吗？原本你可能想说自己不怕被威胁，但亲友因为你被抓去变人质的话，你有办法视而不见吗？这是利用人性弱点的问题所以绝对不是要打压中配，反而我说这些是要保护中配，希望这类在墙内还有亲戚的中配能三思。共党对台湾的侵略意图就摆明告诉你了，所以不要让自己有机会成为破口。特别如果你也喜欢台湾的民主生活，那你更应该要一起加入守护台湾的行列，而不是增加自己被威逼利诱的风险。这样届时如果真的发生憾事，你痛苦，台湾人也难受了。不过我看这新闻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可悲。各位就想想看，其他国家会不会让敌国这样进入自家国会掌权当公子？不可能嘛！立委在台湾是能决定要不要删国防预算，是能了解国家机密的重要职位，包括最近蓝白版本的财划法也是引起程序争议。还不知道朋友，我快速说一下这事。关于我国6612亿的预算分配，蓝营召委陈玉珍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3分钟内强行宣布通过修正草案，然后随即散会，造成外界哗然。这情况严重在哪呢？我们台湾每年总预算差不多3兆，那总预算近3兆里就有1兆的费用，实际上得用来扣人事跟法定支
支出，而剩下的钱只要仔细分配给社会福利、国防、退抚恤金等等，国家每年的钱就这么多，花都要花在刀口上。但现在蓝白强推的版本是没有计划，也没说明原因，就要联手把中央可用财源6612亿给抢走，然后说会分给地方政府。但问题又来了，地方政府本来就有原有预算了，而这样做会有什么问题？等于你强行把那些钱拿走之后，目前现有的一些补助体制下的国家预算全部会受到排挤，甚至可能会被迫取消或大量减半。首当其冲的就是之后军公教的退抚恤金、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育儿津贴、国防预算、长照预算、租屋社宅补贴、通勤补助、T-Pass 月票等等，全部都可能受到影响。这样各位应该能理解这事的严重程度了吧？因此不要说这件事与你无关，因为这些钱是你我的纳税钱。那你可能想问说，蓝白把那些钱拿走要用在哪呢？没有人清楚知道，因为就还没讨论嘛。他的意思就是你钱先给我，我之后再告诉你要花去哪。这事情发展到现在其实也无关你支持哪个政党了。我相信这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事情有问题。同时看到这新闻后也感到很遗憾，台湾在选举过后有不少投完票的就不鸟了，然后有些人可能也知道自己当初投错了，就变得想说干脆装死不去理会。不过大家记得一件事，一些身带任务配合中共想拖垮台湾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在意而停下脚步。最近有持续看新闻的台派应该心也挺累的，但不要因为累了就不关心。虽然我自己有时就是看到一些政治冷感的人，偶尔也会浮现出一个念头，想说干脆回头当个政治冷感的人好了，但只是一瞬间的想法而已。因为后来想想，现阶段台湾的情况并不允许，外面有共党虎视眈眈，内部还有亲共人士协助作乱，大家辛苦了。希望有天当台湾人不再是一件累人的事。那如果你身边还有朋友没关注到这件事的，可以分享这支影片让他了解，或你看完之后用你的说法去表达也可以，并实际去了解一下这些事。也可以打电话问问你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到底在干嘛，6000多亿的预算是要拿去哪？为什么不逐条讨论就强行过初审？当然很有可能你会被挂电话，之前有看一些网友反应。那不知道各位对于今天影片聊的内容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我是波特王，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交流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超级感谢支持这单元。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